从去年的12月份，我们拿到了第一代的硬库 R1， 那么一直到现在呢，基本上已经快过了1年的时间了。那么终于硬库 R2 被我们盼来了。那咱们这期视频呢，金水就带着大家一起来简单的了解一下，那么硬库的 R2 究竟呢有哪些升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金水神技能，我是带大家玩小主机的金水。首先呢，给大家介绍第一个升级。那这次的硬库 R2 呢，采用了最新的英特尔7工艺的 Alder Lake N 系列的低功耗的 CPU。那它分别搭载了2款，一个呢是 N95， 另外一个呢是 N300， 板载了 LPDDR5 的8G 跟16G 的内存单元。那 NVMe 的硬盘呢，它搭载的是2242的长度，那么你可以选128、512、1T 和2T 这么4种。那么从第一代的硬库 R1 到现在的硬库 R2， 一共呢经历了4次的产品迭代。这次的硬库 R2 呢重新做了外观的设计，那整体感呢就更强了，设计元素呢也更加的有特点。铝合金 CNC 一体成型的中框，那喷砂呢更加的细腻，那么手感呢也非常的顺滑。那据老板说呢，成品的中框的手感会比我手里的这个工程样机呢更加的好。那机身总体的重量呢是在415克，那用料呢也非常扎实。那么上一代需要独立购买的这个金属顶盖呢，这次呢也变成了标配。那群里的小伙伴们都在说，奸商这次呢真的是良心发现的，那你们觉得呢？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 I/O 接口的部分。那正面呢3个 i226V 的网卡和一个 RTL 8156B 的 2.5G 网卡，一个 HDMI 2.0 的接口，一个 DC 电源的接口。那这里的电源接口呢支持12伏到20伏的宽压输入，那这里呢兼容 DC 协议和氮化镓的充电头的 PD 3.0 的协议。背面的一个 Reset 的按钮，那2个 USB 3.0A 口，一个电源的按键。那侧面呢是机身的名牌，这个呢是亚克力的。那么后续呢官方会公布它的具体尺寸，那么这样呢大家可以 DIY 成自己想要的样子。右侧呢2个 Type-C 的接口，左侧这个你可以接数据或者是连接显示器。那最高呢支持 4K HDR 144赫兹的视频输出，右侧呢支持音频输出。那由于呢这个是工程样机，那大家可以看到上面的一些接口的私印呢到目前还是没有做的，据说量产版应该会安排上。底部的出风口呢这里也做了重新的设计，那镂空的图案呢也重新设计过的，脚垫呢增高了很多，那这样呢可以更好的解决散热的问题。我们现在打开顶盖呢就可以看到硬盘的安装位和一个 WiFi 的预留的安装孔位。后续呢，大家可以自行扩展自己喜欢的 WiFi 模块。那这次金水拿到的是工程样机，它并没有包装的和外壳，一共呢就给我配了2个电源，一个呢是国内通用的220伏的电源，还有另外一个电源呢是100到240伏。大家可以看到它后面这个宽频的电源呢是明显针对海外市场的。对于那些需要不同电源方案的朋友呢，那你就可以按需来选择。我这次拿到的2台机器呢，都是8G 的 LPDDR5 的内存，都是4800兆赫兹的版本，都采用的是三星的颗粒。那硬盘这里呢，我们用样机自带的256的硬盘来给大家测试。那无论是读还是写，那测出来的数据呢，都是在1500兆左右。那目测呢是可以跑在 PCIe 3.0， 能跑在 X2 上的速度。那虽然说跑不满硬盘本身的速度呢，但是呢也足够用了。USB 接口方面，无论是 A 口接硬盘或者是 C 口接移动硬盘呢，都可以跑到1000兆以上的速率。那本次硬库 R2 呢升级的重点就在于它的散热这一块了。这次硬库的老板呢采用的纯铜的散热器，那真是下了血本了。风扇呢换成了静音的滚珠风扇不对，应该是双滚珠油压轴承风扇不这么说老板不给钱。还增加了一个 PWM 控制的调速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烤个机，看一下它的性能到底怎么样。BIOS 这里呢，我们采用的出厂默认的设置 ，LP1 呢是35000，LP2 呢是45000，CPU 节能呢默认是打开的。那整体设置呢还是相对比较激进的。ID64 单烤 FPU 30分钟。N95 的核心频率呢是可以稳定的 2.69 赫兹的。CPU 的核心温度呢最高在74度，得益于纯铜散热器优秀的热效率和它的热容积，那机身的高温区呢都集中在机器的下部，那最高呢是在名牌的部分，那最高的温度呢在 48.6 度左右。因为它这个名牌的设计呢是为了后期方便在里面贴 WiFi 天线，而在这儿预留了一个孔洞。那么外面贴的是亚克力材料，亚克力的材料呢吸热比较明显，所以呢我们从黄外线上来看，那这里的温度呢就是最高的。烤机的时候呢，整体的功耗最高呢会在22瓦。
那么 N300的核心频率呢，刚开始呢是可以稳定在 2.6 赫兹的，那 CPU 的温度呢直接干到了100度。那在这儿呢，盲猜应该是直接解除它的功耗墙了。但是呢，几秒真男人之后，那 CPU 的核心频率呢就会降到 2.5 赫兹左右。那机身的温度呢，同样最高呢也是在名牌处。那外壳温度最高呢是在 55.8 度，功耗最高呢是在34瓦。那这时候呢，出风口的位置长时间负载之后呢，真的是有点烫手。在这儿呢，一定要提醒大家，千万没事不要去摸，谨防烫伤。R2 的纯铜散热器的热容积真的是很高。但是呢，由于出风口太小，而且呢只有2个，所以呢有不少的热量呢是直接由风扇导到外壳上的。那么在高负载的时候呢，外壳的温度呢真的是比较高的。这里呢，金水也比较期待他们在零售版呢3个出风口的版本，那相信呢会有更好的散热表现。在这里要给大家说明一个问题 ，N300 呢在英特尔的官网的页面表示呢是 3.8G 赫兹的，这里呢是指的单核最高的睿频数据，它的全核睿频最高呢只有 2.8G。所以呢，在2.6几 G 初始频率呢，在这么小的体积呢，应该还算是比较正常的。性能释放呢，就还算不错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风扇噪音究竟怎么样。这次的英酷 R2 呢，采用了双滚珠风扇，它的噪音呢会比上一代有明显的提高。那我们最初拿到的初始调速呢是有2个版本，一个呢是3000转，另外一个呢是4000转。那我们实际用耳朵听呢，实际上3000和4000你是察觉不太出来的。那我们使用分贝仪，调节至 A 加权的模式，那模拟耳朵对环境的这个影响。主机离人大概30公分左右的位置，那模拟小主机放在桌面的使用场景。那白天我这儿的噪音呢是大概在40分贝左右，那待机的时候呢，你是几乎听不到它风扇的声音的。那分贝仪只有非常小的波动，那只有在风扇满载的时候呢，或者是靠近，那你才会听到一些噪音，但是呢，还远不到吵的那个地步。R2 的噪音控制水平呢，真的是可以说是非常优秀的。那么之前我们也测过 N 系列的，包括 N95、N100、N200、N305 的全部的 CPU 呢。最后呢，我在这给大家简单的过一下这几台小主机的性能测试。那 N 系列的 CPU 呢 ，N95 的4核4线程 ，TDP 的功耗呢是在15瓦左右，而 N300 呢，它是8核8线程，它 TDP 呢是在7瓦左右。那么这2台主机它的待机的时候呢，都是在11瓦左右的功耗。那么其他的测试呢，由于时间的原因呢，在这儿就不给大家念了，给大家简单的过一下。那我们也跑了一下游戏，那么 1080P 中画质原神跟撸啊撸 N300 呢，在英雄联盟最后的团战是在80帧上下，那 N95 呢就只有可怜的40帧左右。你要说的话，勉强凑合能玩。N300 呢跑 1080P 低画质的原神，简单的打斗场景呢，基本上也只有20帧左右。那 N95 呢就更不用说了，那只有10帧，那基本上是属于不可玩的状态了。但是本地的 AV1 解码，不管是 4K 还是 8K 呢，都是可以正常的运行的。那得益于英特尔优秀的硬件解码，那 CPU 的使用率呢都是非常之低的。N300 跟 N95 的 CPU 使用率呢，基本上都只有在3%左右。那英特尔的核显硬件呢，真的是相当的哇塞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使用小宝最新的固件呢，给大家来测一下它在 OpenWRT 下的表现究竟怎么样。待机测试 N95 呢是在11瓦。N305 呢是在9瓦左右，对你没听错，305的更低。加密算法评分 AES 和 XX20 的表现呢都符合 CPU 的性能表现。Chromax 的测试呢 ，N95 的性能呢依然相对比较稳定，但是 N300 的数据呢就稍微差一点意思了。那整体在 OpenWRT 下的功耗呢还是相距这2个是比较大的。N95 呢是在19瓦，那 N300 呢最高能跑到30瓦左右。N95 的机身温度呢最高是在38度，而 N300 的最高温度呢是在43度。像这种低功耗的使用场景呢，你即便是把它放到弱电箱里，有主动散热，它都是毫无压力的。而在网络传输方面，无论是英特尔还是螃蟹家的网卡，那么 N95 跟 N300 都是可以很好的表现出 2.5G 网卡应有的表现的。那无论你是单线程还是多线程的双闪下载，都是可以跑到 2.3G 赫兹甚至以上。那相信看到这儿呢，小伙伴都应该对硬酷 R2 这个小主机呢有一些简单的认识和了解。那目前呢，金水已经测试了大概有2周多的时间，那整体的使用感受呢还是挺不错的。那它的优点呢也是比较明显的，相比上一代的 R1 跟 R1 Pro， 那整体的完成度呢又比原来更高了。那它的风扇噪音呢真的是非常明显的小了。那在待机的时候呢，如果你不是贴得非常近的话，是听不见
风扇的声音的。日常把它摆放到桌子上的使用场景呢，也不会对你的生活有什么影响。那么全铝合金的外壳呢是相当有分量的，无论是放在桌上当摆件，还是放到弱电箱里当路由，都是非常合适的。但是非要说是缺点嘛，那其实也是比较明显的，那就是它的体积实在太小了，那它发热控制呢确实比较难。这个纯铜的散热器呢，不但没给它带来更好的散热效果，反倒成为它积热的罪魁祸首之一啊。那么目前金水拿到的还是工程样机的原因，它的外壳呢应该还不是最终的方案。那希望在新的外壳可以解决这些散热的问题，也非常期待它量产版。好了，那今天的内容呢就先到这里。那希望可以在你选择小主机的时候呢给你一些帮助。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做的还不错，那么麻烦大家给个3连。YouTube 小伙伴呢记得点开那个订阅的小铃铛，这样你才不会错过我任何一期最新影片的推送。您的每一次点赞、评论和转发都是我不断更新的动力。感谢大家收看金水神技能，我是金水，咱们再见。